Hello，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是，我最近自己感受到虚拟货币真真切切的进入到我们生活之中。以前呢，虚拟货币它就是虚拟货币，只能在虚拟货币的世界里交易。那真实世界归真实世界，虚拟货币归虚拟货币。但最近呢，透过 Crow 卡，我已经成功的在 Seven 买到咖啡啊，然后去小米买到我要的电子产品，然后去逛家乐福，种种的。用虚拟货币去支付它，其实这感觉蛮微妙的。像我那天第一次拿着我的那个 Crypto.com 的 Visa 卡去小米的时候，小米就算是我那一张 Crypto.com Visa 卡的破处的地点了啦。我在那里买了一条延长线，然后因为没刷过嘛，这不知道这到底卡可不可以用，然后刷下去交易成功，那一瞬间我第一次用我手上的虚拟货币。买到一个不是虚拟世界里面的东西，这感觉哇很微妙，很感动啊。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简单的虚拟货币生活圈，这是即将到来的应该是说已经到来了，但很多人还没踏入这样子。我们之前介绍过 Max 交易所，它是全台湾第一个合法合规的交易所。虚拟货币交易所，那币安呢？它是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接着呢，我们也介绍过 Aptos、Bay， 以及 Crypto.com 也介绍过。以前都是分散的介绍，今天要来讲他们之间的关系跟怎么把它整个串起来，让它进入你的生活。那今天提到的这些平台呢，他们的详细资讯跟教学，我都会整理在资讯栏。那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去哪里看会比较方便。OK，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这个 Max 交易所跟币安交易所这一块。那可以看到上面这里是各个台湾的银行。首先，你虚拟货币的世界呢，你要跟你实际的银行接轨的时候，我建议透过 Max 资产交易所这个地方，那它是需要去注册，然后它要实名制，它会绑定你特定一个银行账户。日后呢，你出入金的时候，就只能透过这个绑定认证过的银行账户。这算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不管是你要把你法币，就是你的台币呢，放进虚拟货币的世界去买各种虚拟货币或是相关产品，包含那些 NFT 啊，或是各种衍生品，你要把钱放进去的入口，跟你靠着那些 NFT 衍生品或是虚拟货币的交易赚到钱，你要回到现实世界去到你的账户之中，那 Max 就是那一个窗口。所以呢 ，Max 在你如果要进虚拟货币的世界，你要进这生活圈，在这打滚的话，这几乎是必备的啦。那币安呢，也强烈建议要在你申办 Max 的时候一起顺便把它办起来，因为我只能说你这条路走久，你迟早要面对的，你迟早要办的。以最近我个人的例子来说好了，我已经把我的台币进到 Max， 那当我要把资金进到 Crypto.com 的时候， Max 跟 Crypto.com 他们接轨起来的是要透过 ERC20 这一条链，那我透过这条链会让我耗费掉几百块的手续费。那这时候，如果你准备好币安这张牌，币安它有独特的智能链，那 Crypto.com 刚好也支援的时候，这两个接轨起来了。这时候我可以靠币安来中转，就是说我台币进到 Max 把钱进到币安，Max 跟币安这里又有一条可以接轨的，他们可以接轨 TRC20， 这手续费是0元。那币安跟 Crypto.com 呢，这里接轨走智能链的话呢，这手续费是0.0几块那种，就是顶多几块钱或者10块的那一种金额的手续费。那你看跟前者比起来，你可以省下一大笔钱。所以这是手牌手上的牌越多，你越好打，越有趣。那前进到 Cronos 链这边，就是这里的 Crypto.com 跟 Aptos。那 Crypto.com 这个 Visa 卡也是必刷神卡，它如果你只要到$4000的话，那个年息10%然后你的刷卡回馈是3%，而且呢，它这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刷卡刷下去是那个回馈是以 Crow 币，就是虚拟货币，直接就进到你的钱包里面你手上拿着那一杯买到咖啡的时候，你
手机也会看到那个钱已经进到你的手机里，已经进到你的钱包里了。这样，那 Abyssus Bet 呢？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这个，它是一个 NFT 的交易平台。如果你有听过 OpenSea 的话，那它 OpenSea 是在那个以太链上面哦，俗称贵族链哦，那的 NFT 交易平台。那 Abyssus Bet 呢，就是 Cronos 的这个链的 NFT 交易平台。刚刚讲到那个以太链是贵族链，我不是说它多高贵，而是因为它的手续费，要燃烧 gas 的那个费用很贵族啊，很贵。那速度什么的也比较卡顿一点。相较之下呢 ，Cronos 它就是快又便捷，那手续费也非常的便宜，这样。OK， 那这个 Abyssus 呢，我们之前有介绍，而且我们介绍的时候是在它草创之初哦，那时候知道它的人还很少的时候，我们介绍了它的那个创始 VIP 的会员卡。那时候介绍它的时候，如果你要入手它创始会员卡的话，那等于入股它，你有点像天使投资人嘛，你是他的天使这样。他当时开出的条件是，持有那个 VIP 会员卡的话，你之后可以拥有这个平台的分润。当时我们介绍的时候，入手它的价格大概是一两万块、2-3万块的那种价格。那现在这张卡片的市价呢，来到20万哦，很惊人。那当时的另外一张，除了 VIP 会员卡以外的另外一张普通会员卡，铸造的价格是100 core。那现在它也不能铸造，你现在只能用买的，那价格大概也是在300 core 左右，都是很惊人的幅度。那我们之后这个影片后面我会分享 Abyssus Bet 的一些，我这一周刚好有参加一个那个它的某一项 NFT 的 Mint， 那后面我这里再把它介绍一下。我先把这个生态圈讲完。可以听出这之中有丰厚的利益，但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毕竟投资有赚有赔哦，这虚拟货币的世界相较之下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那你要去衡量自己承担风险的能力。好，那假设呢，你在 Abyssus Bet 这里透过交易 NFT 去赚到了一笔钱，那这个时候这笔钱，传统的时候你是要再回到币安，然后再回到 Max 才回到你的台币账户，很麻烦。现在呢，你可以透过 Crypto.com 这张卡，你把虚拟货币进去，然后直接拿这张卡，你就去到你像我最近比较常去的就是那个小米啊、Seven 啊、麦当劳，然后我有买那个 Spotify， 那个 Crypto.com 压到400美的话，那个 Spotify 就算免费，然后你压到4000美金的话，那个 Netflix 也免费这样，算是非常优惠啊！除了这些回馈之外呢，它本身这张卡就带有2到8% 哦，看你压多少钱的回馈，就是每刷就回馈，直接回到你的那个虚拟货币账户。再加上呢，你质押的部分到4000美的时候，也有10% 的年息，就是又有利息，就算你不刷卡，也有那个利息可以拿这样子。所以这张卡真的很值得办啊。OK。那接着来讲这个 Abyssus Bet。Abyssus Bet 呢，我个人真的觉得这很好玩。然后我现在来分享一个，就是我这一周有抽的 NFT。首先来看到，这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那个普通会员卡哦。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地板价是299 core 这样，它一直在大概就是300到400之间浮动啊。最近，如果你要在这个Abyssus 这里来做 mint 来操作这些 NFT 的话呢，我是强烈建议这张卡你手上至少要拿有一张，因为呢，很多 mint 它在 mint 的时候，你持有这张卡的价格是有优惠的。就我个人而言，早就靠这张卡可能省下上千 core 了吧，所以这张卡现在300 core 的话，还是可以迅速回本的。如果你要去进行 mint 的话。这边这个 Go Partner 就是我这一周去 mint 的这个 NFT。那这里它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草创初期那一个团队，那他们发行了这个 Go Partner 的卡，就是要你成为他的 partner。如果你持有他们的这张 Go Partner 的卡呢，你之后他们这个平台。应该是说那一个团队啊，就是他们在推其他 NFT 所赚的钱，你可以去分润到30% 这样子，你等于是入股的状态。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性质的
卡片。那可是呢，这有个风险，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平台、那个团队是在画饼呢，还是什么的，这只能个人去做你的那个研究这样子，或是有的时候啦，我承认我是觉得这项目真的看起来好酷哦，天哪，我不行，我一定要买这样子，我就去 mint 它。如果我觉得风险我承担得住的话，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它的。你去铸造它一张的价格是375，那你如果持有那一个前面的那一个会员卡的话，那你铸造它的费用是325，所以你就铸一张就省50块这样，所以我才说前面那个300块很快就回本了啦。OK， 那这是我那一天铸造的，就是其实我准备了3张的钱，结果我只铸到1张，因为它限量300张，然后。我要铸第2张的时候它就已经 sold out 了，就已经卖完了，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为什么可惜呢？因为应该不只说可惜了，简直是捶心肝啊！我们来看它后续发展。这张花325块去铸造的 NFT 呢，现在的地板价是2500啊。那现在是有点下来了，就是当天呢。我同事跟我一起铸造，我们早上5点就起来抢这个，有点热响。那中午之前卖掉的时候是可以卖到3000块，等于你铸到一张，现赚大概2万多的台币哦，很夸张的丰厚的利润。那这个平台它的项目也越来越丰富哦，很多项目就是即将到来的各种 NFT 的铸造这样子，大家可以去看，真的很有趣。那说到这个，就是。风险真的是要自己控管这样，可是，我最近这个 Chronos Fighter 这个我也觉得哇蛮有趣的，这个我应该也会去铸个1张。然后呢，这种它总量有1000嘛，这种我操作就是我会先铸1张，然后我会观察它那个铸造量的变化，如果很快速的话，那基本上这个项目就有爆发潜力。我前一次遇到一个就是铸造速度非常快的，往前推一个就是那个 Treehouse， 我有一位大神朋友，他跟我推荐那个 Treehouse， 所以当晚呢，我们也是守在电脑前面，然后去抢那个 Treehouse。当晚它的铸造价格是800多的样子，没记错的话。结果同样一个晚上，我那个大神朋友他是用6000块去卖掉它，等于直接赚了大概6万台币吧。所以哇，很惊人，也很有趣，真的。你看这各种项目，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引擎，这是之前另外一个项目，它叫飞船。虽然那个项目之后没有飞船，有点坠机，但它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引擎，然后一个喷射器跟一个驾驶舱，然后你就可以把3个 NFT 合在一起，去组成。你看这个绿绿的这一艘飞船，就是很有趣啊。OK， 然后现在左边这个就是那个 Treehouse。现在这里可以看到也有人卖到5900 ，OK， 那很有趣，真的推荐给大家咯。OK， 那我们这一周就到这里，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相关内容，我们下周见咯，拜拜。